第134章，新朋友。我不喜欢唐耀华，尽管这个人是我的老乡，尽管他面临破产，对他我没有多少同情心，因为我觉得他是咎由自取。这个人全是套路，而且毫无格局，哪里像是从中山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分明就是个守财奴式的土老板。所以交付网站的事情，我只想速战速决，尽快把这事儿搞完，不想节外生枝。而且我认为，这个时候的唐耀华应该没有太多心思管网站，他应该更多的要考虑自己破产之后的问题。然而出乎我的意料，唐耀华表现得很热心，他专门约我去他的厂里。我们见面的时候，他的精神状态特别好，而且很热情。老乡，盼星星，盼月亮，总算盼到你这一边的消息了。今天把你叫过来，我们先安排吃饭，其他的事情都放在后面。唐耀华热情的安排吃饭，我肯定不好拒绝。吃饭的时候，他又给我介绍了一个朋友，这个人年龄跟他差不多，应该也就是30多岁不到40，看上去比较憨厚老实，口音也是我们家乡的口音。于是我们3个人都用家乡话交流沟通。唐耀华道：陈斌，这是孙健，我的老同学，也是我们耀华医疗的重要股东，我和他是10多年的兄弟感情，以后有什么事情你就跟他讲，他是完全能代表我的。我心想，我会有什么事情呢？我和你的交集应该只会是这个网站了吧？唐耀华似乎没有察觉到我内心所想，还是一个劲儿的给我介绍孙健，讲他们在上学时候的那些事情。对这些故事我还挺触动的，因为我上学的时候经历和他们相差不大。然后他又让孙健给我敬酒。孙健没有唐耀华那么健谈，他跟我讲说厂里他其实只有一点点股份，是很小很小的股东。这几年他也没有在厂里上班，而是一直在广州搞自己的事情，最近才过来。他对这个行业并不了解，希望我以后能多多指教。我们喝了2杯酒，我也敬了他一杯。我对孙健印象很不错，这人很实在，丁是丁，卯是卯，一点也不浮夸。唐耀华拍着我们的肩膀道：老乡之间，你们算是一见如故，我们都是喝一口水长大的，在外面一定要团结，只有团结起来，咱们的事业才能做大。唐耀华这一讲，我就觉得有点变味。我心想，你口口声声说团结，当初就属你的套路最多，你那是团结的搞法吗？现在你都要搞破产，搞得一无所有了，你把团结挂在嘴边上了，这是干什么呢？这有什么用吗？我道：唐总，我们行业网站已经弄好了，今天我过来就是来交付网站来的，您看是不是可以安排一下？唐耀华点头道：吃饭了以后你跟孙健谈，把这个事情搞好就行。我上次好像跟你讲过，说因为债务问题，我可能要彻底破产，变得一无所有。但是最近孙健来了之后，我们通过了一些小的运作，又发现事情似乎没有那么悲观，可能我们这个小厂还能够维系。我说那太好了，万丈高楼平地起，唐哥你完全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再卷土重来，凭你的能力和本事，几年功夫必然就重新辉煌了。唐耀华高兴的点头说是，然后说了一句：陈斌，只可惜一点，这个世界上做任何事情，要达到任何目的都需要付出一些代价。你觉得我为了保住厂子付出一些代价值不值得？我说值得。怎么不值得呢？我说深圳千好万好都不如有钱好，只要能保住厂，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划算。这个时候大家喝酒比较多了，情绪也都发酵了，趁着酒兴，我跟唐耀华讲了我自己的事情。唐哥，我不瞒你，我也准备辞工了。然后我把自己和老黄的事情跟唐耀华和孙健2人都做了分享，实际上就是跟他们讲我之所以这么选择，一切都是为了钱。唐耀华道：你说的那个黄海山我知道，在广州深圳这一带名气很大，没有想到你跟他关系这么好。他又问我跟老黄干一年能赚多少钱？我说不知道，具体数目没有谈，但是老黄承诺是我现在收入的数倍，反正现在我在博越一年赚20多万没有问题。唐耀华点点头，他将目光投向孙健，道：孙健，咱们这个小老乡怎么样？孙健嘿嘿一笑，道：年轻有为，真的年轻有为，我在广州打工一年只能挣5、6万块钱呢，我还觉得自己挣得多。唐耀华哈哈大笑，道：所以孙健，你现在怕什么呢？在我这里干活你好好干，有我们这么优秀的小老乡经常给你指导，你更不用担心干不好。我有些纳闷，问唐耀华：唐哥，为啥要我指导？您亲自指导不更好吗？唐耀华叹了一口气，道：我也想啊，我跟你讲，阿健是我唐耀华唯一的兄弟，唯一的哥们儿。你说我发财的时候，风光的时候，我让他跟我，他一直不来，宁愿在广州五金厂里打工，也不想占我便宜。现在我要完蛋了，要破产了，在电话中把情况一说，他第2天就辞工来帮我了。他跟我不一样，我没有成家，反正他妈的就一个人。他不同啊，他脱家开口呢。你说他妈的我如果让他赚不到钱，是不是不算个东西？我不好说话。唐耀华举起酒杯又给我敬酒，我们干了一杯。他道：所以最近我可能需要离开一段时间，需要去处理一些必须处理的事情，厂这一边要全面交给孙健管，不光是生产的问题，销售的问题也要他负责，所以说他压力很大。
你看看，这还不到1个月，人瘦了差不多10几斤了。孙健笑了，笑得很憨。他跟我讲，说自己就是个工厂打工的工程师，从来没有管过这么大一家厂，现在让他接手这么一家厂，他压力能不大？我一下就联想到了我自己，我当初从工厂出来到深圳的时候，那简直是如同蜕皮一样的痛苦，完全是从一个世界走到另外一个世界。孙健现在也应该一样。